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今天来分享的主题是，荷兰家用网络的安装，听起来好像蛮简单的。但我最近觉得一些心得或一些我们尝试过的方法可以分享一下。那在荷兰，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房子楼梯很陡，楼梯间很小，是会怎么样？所以你的无线网络很难直接穿上去。那如果在台湾很陡的楼梯，台湾比较少这种很陡的楼梯。我懂，我意思是说它没有一个空间让它穿上去。可是台湾原则上比较宽吧。好，那我们讲一下一般在荷兰的 house 的网络结构，或者是其他台湾可能也是一样的，就是长一样。对，大概这样子，就是会一台由电信公司帮你安装的modem 也好，或者是 router 啊等等都好，它通常都带有无线的功能，就一台机器在你家的那个电器柜里面它会帮你装这样的机器。我们来的时候就有了吗？没有，我特别跟他约时间，他来帮我安装的。然后大概长这样，这是一条，可能有些家里有光纤，有些没有，就是外面会拉一条光纤网路进来。然后呢？那拉光纤这个也是需要施工吗？光纤是你家的这条道路，这区域有光纤你才可以拉，你家才可以用光纤。它是一条线吗？对，一条光纤的线。那从哪里拉？没有，就是已经有了，已经有拉到你家里面了。你怎么知道？跟台湾一样，中华电信也是，你家那个区域有光纤，你才可以拉光纤网路。如果你家那边基础建设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你就不能用光纤网路，你网路比较慢。然后光纤进来以后呢，会有一个小小的盒子，把它转成一般的网路线，就将网路线接到这台机器，然后这台机器通常有网路的讯号这样子。那别人来你家装好以后，有一件事情你要记得要做，就是请他在现场直接测速给你看，或者你自己测。测速很单纯，很简单，就是装好以后手机连上这个 WiFi，WiFi OK 嘛，然后你就装那个 Speed Test 一个 app， 然后马上按下去，它就跑，看速度多少。我那时候就是装好以后没有测，结果后来实际测，怎么都少100枚，我定400，怎么都只有300，而且都是整数哦，上限都只有300。我就在线上客服问他，因为这太奇怪，这感觉就是设定设错，因为怎么可能刚好只掉100？这个区间太整数了，对，太整数了，感觉哪里设定设错，他觉得很奇怪。后来就是他直接找人就来看，来看以后发现是一条线折到，那个网路线折到，然后里面讯号不好，怎样？他换一条线就好了。对，好有印象。对，就是换这条线。很神奇啊，怎么会换一条线，然后刚好是整数？对，就这线折到。好，然后一般的家里网络来讲，就是这台就是你们家的，你可以想成就是主机，网络主机。那最理想的状况，网路线在你家的拉法应该长这样子，这是有线网路，就走在墙壁里面。对，然后1楼、2楼，然后3楼，就是走在墙壁里面有线，到楼上去。然后呢，最理想就是这里再接一台，这个叫做 Mesh， 就是我们家现在有 Mesh WiFi。这是一个牌子还是一个它的名字，就叫 Mesh 技术，一个技术名字。技术。它长得通常就是圆圆的。对。然后呢，这个东西就是无线网路，因为现在大多都是用无线网路嘛，因为你手机要连无线啊等等，所以有线网路已经不太用了。那 Mesh 的好处就是，它即便是3台，你的网络讯号就是你手机 WiFi 的名字是一样的，你不会在1楼要切什么1楼 WiFi， 走到2楼切2楼 WiFi， 不会，它会很顺利的自己转换，你都看不出来。对你来说，你手机就是连一个。对，这就是 Mesh。那这个是最理想、最完美的状况，应该家里网长这样。同个牌子的什么还是因为你每次买就是一次买一套，可能是2颗或是3颗。有可能你先买2颗，然后后面再补1颗。我们家不是只有1颗吗？我们家3颗。我们家有3颗？对，我们家3颗。一颗就在哪里？一颗在那个机柜里面跟它一起，一颗在主卧，一颗在书房。对。然后最理想的这样子。但很不幸呢，我们家3楼是没有这条线的。对。因为我们家比较特别，我们家有3楼的2房间是当时扩建出去的，所以它可能路线没有这么完整。对。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要想办法达成刚刚那个目的，因为在荷兰的旧房子啊，有可能因为家里其实都还是有电话线跟第4台线，然后所以你的墙壁里面可能有一条管子，里面走的是当年的电话线，或是当时的第4台的线，对，然后这个线也通常会走到那个机柜里面，然后你刚好就可以把里面不要用的电话线给换掉，就换现在想走的网路线走在那个管子里面，然后从这里伸出来。那个绳子换的时候是就这样绳子拉出来，然后跟绳头进去。可以去买那个通条，可是这种东西一次性的，不知道你不能借。通条就是一种
它不知道是金属还是应该是金属吧，就是一捆金属的线，然后就从这一端捅进去，然后一直捅进去，它从另外一端出来。那你从它屁股绑那个线，它就可以把它抽换掉。这么酷哦？对，通条一条10几20欧之类的吧。但那种东西就是一次性的，你买了会觉得很浪费钱。哦，对吧？看能不能去借。然后最完美就是这样，把线换掉，你这就有线网络了。对，这个要特别注意哦。如果这个管子里面走的是电线，对，因为电线其实也会走到这个总电箱嘛。对，就什么洗衣机的电线，它跟刚刚有管子是不行的。你不能把网路线跟电线走在同一个管子里面，是不合法的。那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电线？因为你在上面追，你就可以看到那条线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或者你去买验电笔。哦，对，哦，应该是蛮容易看出来的。哦，对。刚讲这种就是你很明显知道它是电话线或是第4台线，那你就把它抽换掉。所以这个是，可以补足的，也是很棒的。你后来也是有线网路。你说不行是因为有规定？对，不行。法规应该是有规定，有安全上的疑虑。那我们家也没有那么乐观，我找了遍，我们家没有这个洞，没有这个管子。那2个房间就是完全没有电话跟第4台等等的，所以事情没有这么好。那退而求其次呢，有些人在荷兰的房子，它的楼梯间是有梯间的。什么是梯间？就是它的楼梯就是比较宽阔，然后它楼梯旁边刚好也有插座，有空间可以放东西。对，那它呢就可以把这个 mesh 放在那个楼梯间。那它传出去，对，往上传的。mesh 自己本身是可以用无线网络连在一起的。像这一台跟这一台虽然没有有线连在一起，它是可以透过无线这2台自己连在一起，这是没有问题的。对，但前提就是你不能隔很远。那荷兰的楼板，我看过几个房子，荷兰楼板都很厚。如果你要单纯用无线网络穿透楼板，把讯号传上去，它的衰减会非常的严重，因为太厚了。对，所以他会说，再下一招就是你这2台如果有机会都放在楼梯间，那就可以很漂亮的把讯号传上去。刚说我们家也没有这么幸运，就是我们楼梯也是那种窄陡陡的，然后也没有地方可以放这个mesh，也没有插座等等的。所以退而求其次呢，我们的方法是我买了一个叫做电力线的东西，它叫 Power Line， 它就是一个插头，直接插在我们的插座上面。哪里的插座？就随便墙壁的插座，随便的楼层，随便的一个角落这样。对，你就先插看再说。它原理来讲就是插座上去。然后呢，我就把2楼的 mesh 的网路线，它会2个洞接到这个插座里面。然后呢，3楼一样是买这个Power Line 这个一样的东西，然后网路线再接过来，然后这时候网路讯号呢就会这样子进去，从这里出来。你有画线吗？没有画。进去出来，然后它透过墙壁里面的电线把讯号传过来。很神奇哦，就是你随便找点插座上去，它就自己想办法接起来。就任何角落，但你可以想象这个讯号也是有一定的衰减，因为你这里其实是你家的插座嘛，其实有电在跑的，所以是会某种程度有干扰。这样你就不会有危险了？不会啊，它的技术就是可以这样子。对，因为它就是跑在同一条线上。那当然也有限制啊，就这2个插座，它通常必须要同一个回路，它的讯号才会好。你就要插看嘛。对，我们最实际的方法就是，有人说你直接去开那个变电箱的开关总开关，看是不是同一个回路。那我实际的做法是我直接就去插，然后再测速度。插是什么？直接去插，就2个插座在那边测，这2个比较快，那就用这2个。对，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家后来是用这个方法，就是用电力线。那我实际测起来，这个方法的衰减比直接用 WiFi 传上去还要小，就效果比较好。好很多吗？好蛮多的，因为我们楼板厚嘛，所以 WiFi 直接传上去其实衰减蛮严重的。对。不过我们实际状况是我们的这个网络是400 M 的下载速度，但这边只有40左右。楼上现在都40哦。对，但堪用。那很慢呢。对啊，很堪用，但1、2楼就是有到400因为我当时有想说还可以，真的找水电来弄一条线到那个主电箱这里。但听起来感觉他们的方法就是真的在那个天花板直接打个洞上去之类的，那个我不是很想要。感觉他不太可能在墙壁面帮你钻个洞啊什么的，他就真的天花板直接打上去，我没有很想要。那现在这样也还可以接受，所以就先这样子。好，以上就是今天简短的分享。如果喜欢我们就请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拜拜。拜拜。